11月16号晚，习近平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习近平指出，中意同为文明古国，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深厚合作基础。双方应该传承和发扬友好传统，理解和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扩大共识，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发展关系树立表率。习近平强调，当前形势下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一方为欧盟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积极对华政策发挥重要作用。梅洛尼表示，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同习近平主席会面，愿继续推进两国贸易、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一方不赞同阵营对抗，认为各国应该尊重彼此差异和分歧，加强团结，致力于对话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中国是世界大国，亚洲在全球分量中越来越重，一方希望同中国在联合国、20国集团等框架下密切协作，更加有效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紧迫挑战。2019年，意大利成为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 G7 国家。梅洛尼今年10月起开始担任意大利总理。意大利政府16号晚间发声明说，这是习近平与梅洛尼的首次会面。梅洛尼重申旨在推动与中国的共同经济利益，并将增加意大利对中国的商品出口。法新社还报道称，梅洛尼接受了中方访华邀请。形势比人强。那么此一时彼一时也啊！竞选的时候你可以怎么说中国不打压中国，好像显示政治正确，对吧？但你上台了以后，当家啊，柴米油盐贵，现在能源危机、通货膨胀，对不对？你还得中国的市场这么大，那么而且他们跟其他的国家在中国市场上都是有竞争关系，所以都是争先恐后的来抓住中国新发展机遇、新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的。欧洲舆论对习近平在 G20 期间与欧洲国家领导人的会晤高度重视。法新社在报道中提到，15号在习近平主席密集会见的8位外国领导人中，就有3位来自欧洲国家，分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荷兰首相吕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其中，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经贸合作是重点议题。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中，习近平表示，作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2支重要力量，中法、中欧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合作的精神，推动双边关系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马克龙就表示，法方秉持独立外交，反对阵营对抗，法方愿积极促进欧中对话合作。外界注意到，本月初，德国总理舒尔茨带领12家德国企业组成的豪华企业家代表团访华，当天也正是进博会开幕日。外界认为，这显示德国希望与中方加强经贸合作的强烈意愿。除了德国的经贸传统，还有近期欧洲主流国家希望俄乌局势降温，以缓解欧洲高通胀以及经济衰退等原因。欧洲政坛近年来出现意识形态化的歪风，甚至与舒尔茨联合组阁的绿党人经济部长哈贝克都表示，要制定更加谨慎的对华政策。这很显然是罔顾了2021年中德贸易额再创新高，达2453亿欧元的事实。中国已经连续第6年保持德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就在舒尔茨访华期间，德国为大股东的空客集团斩获170亿美元的超级订单，也令德国的制造业产业链欢欣鼓舞。外界注意到，在德国经济智库测算出该国 GDP 即将陷入负增长后，哈贝克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微妙变化。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from my perspective, the German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China is a partner and should also be for the future. And we are an open market society.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companies from China to invest in Germany and German companies to invest in China.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美国多位高官就造访欧洲，多次强调所谓欧盟依赖中国的危害，明里暗里都要求欧盟与中国进行脱钩。欧盟委员会也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数次讨论，但是德法2国这2个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并没有跟风起舞。
观察指，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鼓吹脱钩的非理性声音抬头的背景下，舒尔茨的访华释放了明确反对脱钩、继续加强中德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而此次马克龙在与习近平主席的会谈中，也明确表示秉持独立外交、反对阵营对抗的立场，这都为中欧坚持走互利合作的正道、提振中欧关系的信心注入动力。欧洲跟中国还是有巨大的互补合作的空间的。如果没有跟中国的合作不仅是它经济问题很难解决，俄乌冲突实际上它现在也是个困局，各个方面有求于中国。中国当然也非常重视欧洲的关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APEC 工商峰会发表书面讲话，那么管先生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习近平在 G20 峰会的重要讲话中道出了全世界的痛点所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面临着衰退的风险，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那么，具体到亚太区，尤其是工商界，这种日子不好过的痛感只怕是更强。所以今天的讲话一开场就开宗明义：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我们必须给出答案。我个人理解，习近平讲话给出的中国方案，既有大方向的把握设计，也有方法论的执行推进。习近平强调，亚太地区应该走3路，也就是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中共济之路。他从大历史的经纬出发，回溯亚太奇迹的核心密码，那就是真正走出冷战阴霾，摆脱阵营对抗、大国争斗，亚太特别是中小经济体才步入到奔向现代化的快车道。因而呢，习近平给出的这一大势判断就格外具有说服力与感召力。亚太地区不是谁的后花园，不应该成为大国决斗场，任何搞新冷战的图谋，人民不会答应，时代不会允许。这是大国领袖的胸襟与高度，喊出属于亚太的时代最强音，因应时代挑战，推动亚太经济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习近平提出6方面的建议，那么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方案回应亚太时代之问的具体的方法论。习近平第3点建议，也就是打造高水平开放格局中，明确提到要推进亚太自贸区的进程，推动 RCEP 与 CPTPP 等相互衔接等等。目前在亚太区内有一系列并行或者是次级的经贸协定安排，那么这些个安排如果能够全面衔接、相互促进，亚太高水平开放的格局将会为之一新。但是呢，我也注意到衔接对象并没有提及美方正在推进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前2天，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奇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宣称说，谈判进展顺利，相关协议有可能在未来2年签署。那么这一框架协议究竟是包容性的安排，又或者只是服务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所谓经贸武器化排他性的工具？是不是真正做到对外衔接兼容？无疑是我们最直观的一个衡量指标。